你知道吗？在我们生活的地球周遭有很多的人造卫星，而这些人造卫星对人类来说究竟是敌还是友呢？像是我手中的这颗立方卫星，最近就很受科学家的关注。只是它为什么会变成太空垃圾？在变成太空垃圾之前，为什么又大受欢迎？发射的数量不断的呈倍数增长呢？接着我们就跟着它航向宇宙，找答案吧。立方卫星到底是什么？小小身躯为何足以威胁大型卫星？方形的外壳下又藏有什么秘密？它又将掀起什么太空革命？为了解开谜团，我们找到台湾学界第一个自行开发立方卫星的研究团队，带我们走进国内唯一的立方卫星实验室。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当然做立方卫星的发展。那当然我们知道，立方卫星的发展是10多年前美国的 Bactrix 呢，它事实上所研议出来的一个标准。投入立方卫星研究11年的教授庄志清指出，立方卫星之父特维格斯设定一个单位的立方卫星，大小是长宽高10乘10乘10公分，重量约为1公斤。掌握这个依据，就像握有破解魔术方块的方法，转动中就能变化成不同组合。立方卫星就是靠着不同组合的变化，肩负起不同任务。不过前提是基本功能都必须具备。可以把立方卫星想成人类，卫星的骨架就是骨头，里头的处理器等同人类大脑，姿态控制用来维持身体平衡，电池就像每天要储备的体力，通讯如同人类的沟通能力。立方卫星的话，就像我们常用的手机哈，它可以做导航，然后它也可以做通讯，好让你跟别人做沟通，然后它也可以拍照，就像我们的手机拍照一样。立方卫星就像手机一样，随着科技发展越做越轻，尽管瘦身成功，也没有减少功能。照相、导航、通讯功能通通都有，所以它能执行严谨的科学任务，包含研究太空中的天气、微重力实验等等。执行任务前，有些立方卫星会选择探空气球来做测试。探空气球慢慢升空，探空仪器上放有 GPS 接收器、臭氧侦测器、温度计、气压计等等，可以侦测飞行路径上大气的臭氧浓度、温度、气压。只要讯息和数据能传回地面，代表功能一切正常。立方卫星是比较低成本的那个计划啊，那有些就是可以用这种探空气球这种比较低成本的方式来做一些飞行的验证。立方卫星能省下的成本还不止这个，像是国家太空中心研发出台湾第一枚立方卫星番薯号，用来研究大气变化和成分，利于判断臭氧层浓度的变化。它的大小和成本就跟传统卫星完全不同。一般大型卫星重量大于1000公斤，小卫星的重量也有500到1000。相较之下，立方卫星的重量只有1公斤，体积缩小，研发和发射成本也跟着减少。举例来说，大卫星建造完成需要300万美金，小卫星只要100万美金就能搞定，甚至会低于10万美金。尺寸、重量、成本，然后它的发射时间只有传统卫星的1/3到1/10。发
射立方卫星的费用能够大大的降低，这道理其实很简单。想象一下，我们平常搭乘的公车就是要航向宇宙的火箭，那我们在这个公车上每一位乘客都是一个立方卫星，尽管每一个人要下车的目的地不同。但是基于共乘的概念，我们每一个人的负担都能够大大降低。假设你用车子来说，事实上就是后车厢都可以载的这样情况。这也就是说，它事实上就发射载具上主要的筹载当然就是坐在比较中间的位置，但是其他的旁边的一些侧边的位置，也就是说它的分离上事实上都可以有一些立方卫星可以搭载。能够拿到火箭巴士的乘车券，还只是第一关。这趟路途可是崎岖难行，因为开始发射和最后与火箭分离瞬间，一般卫星都要承受数百 G 的震动，整个发射过程也有平均20 G 的震动。小小一颗立方卫星能够承受如此巨大的冲击，如愿完成任务吗？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在模拟卫星在火箭上发射过程中受到的震动情形。来到立方卫星的训练中心，首先看到的是震动测试，就像太空人出任务一样，必须经过各种训练，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只是你以为成功落入轨道当中就能平安无事了吗？问题才正要接踵而来。没有阳光的冬天，感受格外寒冷。地点换到外太空，没有太阳照射的宇宙，比下雪的冬天还要冷。为什么会这样说？一般地球会绕着太阳运转，人造卫星绕着地球转，所以当立方卫星背离阳光，温度就会骤降。没有阳光照射，温度恐怕只剩下-100度。好不容易等到太阳，温差最高又会超过100度。温差极大，成为立方卫星的第2个挑战。这是模拟太空温度的变化，但在这个里面事实上还有一个真空舱，所以我们也可以模拟它真空的环境。拿一颗鸡蛋来做实验，设定温度达100度，时间不到1个小时，蛋液就逐渐变熟。这些关卡都能闯关成功，才能像太空人一样遨游宇宙。只是你有想过，太空人为什么能漂浮在太空中吗？其实它也以每秒钟8公里的速度在轨道上绕着地球转。立方卫星也面临同样情形，所以如何在漂浮的状态移动，也成为训练重要的一环。这个大概总共有10几公斤，所以需要2个人搬。那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就是所谓的气浮平台，我们用来模拟卫星。假如说这个是一个卫星，在外太空没有引力的没有地心引力的状况下，它的活动情形大概是怎么样子？气浮桌如何打造成外太空？主要利用桌面上的圆孔喷出的气体所产生的浮力来对抗地心引力。同时消除摩擦阻力，来模拟卫星在外太空自由的移动。立方卫星在外太空就是靠着喷嘴喷射气体来移动方向。假设我们今天听到像这种声音的话，就代表我们收到一些卫星的讯号，就代表我们成功的跟它沟通。从组装到测试，都是师生团队共同参与其中。因为立方卫星成本低，开发时程短，非常适合当教学工具。对太空都是有一个梦想这样情况，比如说我们看《星际大战》的电影，或者我们都总有那方面的一些梦想。所以假设你能够在学习的过程能够亲手接触以前觉得很遥不可及的一些，那当然就是有很强烈的一些动机。实现太空梦想不再遥不可及，
让立方卫星使用者遍及世界各地，发射数量也不断倍增。2003年，第一批立方卫星发射成功；2013年发射67枚，隔年发射数量翻倍成长，总共有132枚立方卫星发射成功，成功打破纪录。By making the most of such kind of the low costness and quick development, and these kind of small satellite can be developed and used by not only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the private companies or individual or local government or even the new emerging countries. 小小的立方卫星已经成功地启动新的太空产业，台湾能不能靠着它，让年轻世代加入，培育更多人才，并研发出高价值、台湾制的高科技产品，让太空产业不只成为台湾之光，还能傲视国际。